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我们终于回来这个系列啦，那些大佬究竟去了哪里？这个系列好像搁置了蛮长一段时间了，很久没有更新了。那今天我们继续回来讲这些大佬究竟在哪里。首先我们要介绍的就是随风的账号，也就是 I am strong 一个韩国大佬的账号，然后他把那个账号卖给随风了。那现在这个账号的情况呢，在3406王国，然后他的击杀有516亿，但是我印象中之前随风的击杀好像就是差不多接近这样子，所以很大可能那个玩家其实他这个击杀没有提升的特别多啊，因为也是要看这个王国他们是处于什么阶段。像这个王国应该不是先锋王国，如果在先锋王国他可以拿到更高的击杀，不过他现在战力维持算是比较偏低一点的。像之前随风大哥他还在用这个账号的时候，其实都是保持差不多2亿以上，这个账号历史最高的战力就有 7.6 亿，阵亡了 2.8 亿的部队，相信比较多应该也是 T5 部队啊，因为这个账号其实养的还挺不错的，所以买这个账号的玩家算是赚到了，他不需要再丢更加多的钱去培养自己的装备。但是军器那边应该还是要花一点钱啦，因为随风大哥他退坑的时候，那个时期我记得军器才刚推出不久而已，就讲他的军器可能还没有弄到完整。不过现在看到这个账号依旧还有在活跃，而且看这个玩家分享的截图，应该也是阵亡蛮多部队，但是他这个阵亡的部队是不是之前随风大哥留下来的部队，这个就不清楚啦。反正如果之前战力是很高的话，他返回兵力还是有不少的兵可以去阵亡的。那么在刚刚我们就介绍了一个960的玩家嘛，我们要综合一点，现在我们来讲一下另外一个来自960的玩家，也算是传奇玩家了， Legend FF。 他现在这个账号已经卖给了这位玩家叫 Karma， 账号现在在3445，算是一个比较新一点的王国，估计这个应该也是新的玩家，因为之前 Legend FF 他拿到的击杀其实也是挺多的，然后他的赛季功勋是0的，可能是因为他近期没有打 KVK 的关系，但是他这个历史最高赛季功勋还挺多的。我记得 Legend FF 在他弃坑的时候是没有出现这个东西的，就是说这个玩家应该也是挺能打架的。这边我们做个对比就知道啊，你们注意看他这边的赛季功勋是有 1.3 亿，但是我们回去看刚刚随风大哥的账号，他这里的赛季功勋最高也就2934万而已，你就知道刚刚那个玩家他的含金量有多高了。当然我也不知道这个究竟是不是他自己打出来的啊因为也有可能是帮手帮他打出来的。那么根据之前 Legend FF 的弃坑之前的记录，他当时候是已经有480亿的击杀，现在变成655亿，中间提升了差不多200亿击杀左右啦，其实还算可以接受啦，就是他差不多弃坑了1年的时间左右，提升200多亿，算是水平挺不错了。但是对于这个玩家，我对他的了解不是很多啦，因为第一次接触到他的时候就是看他的账号被人家清零啊所以如果比较了解他的玩家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接着下一个账号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来自2605的 Yoda， 他的账号现在依旧还是在2605，但是他是有在联盟里面的，这个我不确定他到底有没有在登录，因为照理来讲我还能再继续搜索到他的账号，也就表示说他还是有在登录的，可能只是没有打架而已。因为我记得之前他好像是退出联盟了，然后名字依旧还是没有改，也没有移民，他的战力依旧还是有 8.6 亿。击杀的话这边好像是没有什么提升的，他的赛季功勋也是没有提升的，所以基本上可以理解为他就把这个账号丢在那边而已他究竟是想要怎样我也不太清楚啦。但是在联盟里面他们是把犹大放在 R4 的位置，所以这个我就感到比较疑惑啦，也没有去联络他。当然2605自从在 Chisco 他们移民离开之后呢，就基本上是荒废掉了，没有人在里面了，王国的等级也算跌到 CD 等级了吧，所以我觉得可能他偶尔还会登录，但是实际上会不会打 KVK 这个就不清楚。犹大比较出名的地方就是之前他一个人
人去补旗帜，然后当时候他的战力也算是挺高的。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好像曾经成为战力最高的玩家之一，因为国际服太多人打破最高战力的记录了。但其实我听说他在2605时期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在自己玩了，他都是把账号交给别人去操控，用他的账号去补旗帜、填兵这样子去驻防。之前我还有做过影片说尤大跟豹哥还有随风大哥单挑的影片，如果有兴趣的话，各位可以去找这个影片出来看啊，我这边是做的挺详细的，就是有对比有字幕。所以尤大这个账号算是今天这个影片中第一个就是荒废掉的账号，因为基本上是已经没有在用了。而且说实话，以他这个这么高的战力，还有他这个账号用了这么久的情况来讲呢，他这个击杀算是比较偏低一点了。下一个我们要介绍的玩家就是来自之前唐帝国的玩家乔治大哥。哇，他还在玩啊！哇，乔治大哥是真的有一点厉害啊。可是乔治大哥他这个账号在1411，其实1411已经是解散了挺久的，他们现在王国联盟也就只有68亿战力而已，剩下的玩家其实都已经移民离开了。而且可以看到他刚刚赛季功勋其实还挺少的，也就只有32万而已。我说实话，我的骑兵账号打的比他还更多。就讲乔治大哥可能他也是没有什么在玩这个游戏了，他这个账号跟尤大的情况有可能是类似的。因为我记得乔治大哥其实他在之前也是挺能打架的一个玩家来的，他的击杀不应该只有192亿这么少而已，如果是从之前到现在都一直在玩的话。但说实话，乔治大哥算是一个很老的玩家了，所以如果是说他现在已经是进入退休状态，没有什么在玩了，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现在游戏中其实也没有太多华人玩家，所以你要他继续坚持下去玩应该也是挺难的。他现在的情况比较像是就是跟一些老队友还在王国里面玩吧，因为看到一些名字都算是挺熟悉的，这边王国里面还是有不少的华人玩家，但还是有蛮多老外啦。而且乔治大哥的战力比较起以前真的是少了很多。以前他战力大概是5亿以上的，现在剩下3亿而已。你们看他这边历史最高纪录就知道了，他以前历史最高纪录有 8.4 亿，而且他是阵亡很多的玩家，之前都有一直在主播介绍那种阵亡排行榜里面的玩家之一。可以看到他之前是阵亡了 3.2 亿，而且几乎都是 T5， 因为之前他所在的王国就是唐帝国啊，我觉得多数玩家可能都已经不知道唐帝国了，但是如果你是老玩家的话，肯定知道唐帝国。唐帝国之前是真的很强的一个王国，虽然是先锋王国，但是争议的点就比较少一点，因为很多人都会可能在那边讨论说307怎么样，960怎么样，甚至1302都有人被讨论。但是1122他们是属于比较低调的先锋王国，没有什么玩家去讨论他们，也很少会去惹一些事情啊。但是1122解散的时间，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已经是3-4年前的事情啊，就讲有可能是2021年、2022年的事情了。因为那个时期我们就看到乔治大哥也是受不了了，他已经开始移民了。在他还没有开始移民之前呢，其实唐帝国已经开始没落了，人也是少了很多。他后面我记得是有跑过去找海王一起玩，有移民过2244，不过最终还是选择1411。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们好像从2244那边海王把他们带了一些人过去1411，然后最后我们看到乔治大哥就定居在1411了。那虽然今天介绍的这几个玩家呢，可能他们都已经变弱了，又或者是换了其他的玩家去玩，但是对于我们当时候来讲呢，他们就是一个传奇的人物。像今天我们看了2个账号呢，是已经换了号主嘛，然后还有2个账号依旧还是原本的号主在使用的，像尤大跟乔治大哥。那当然今天这个影片呢，主要也是看他们现在账号的情况怎么样而已，有一些故事啊，或者他们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呢，可能我不是很了解。如果你是认识这些玩家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留言，补充一下他们之前的故事做了什么辉煌的成就。如果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